我需要调理气息，辛苦姐姐帮我取药材，我来炼药。对了，你是不是练武时有过一次岔气？公子如何知道的？我岔气之后，甚至赤龙失衡。我真非你是察觉到的。小问题，我也为你开一副药，服药之后调理内气，可断病根。没想到公子还精通妇科，我们都有些小毛病，帮忙看看吧。公子为先，等他调理好再说。现在来为大家诊治。公子试试吧。这不是宫中的萧太医吗？对了，放牛的也在花巷，我顺路去看看。花巷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？听雨阁中来了位神医，2个时辰前，四王府的老夫人讨了药方回去，吃了一副，顽疾就好了。放牛的，给你药方。公子，我们医手没有灵胎和神草，能治吗？你可以修习造化灵功，用灵功化形变出一个灵胎。连狐狸都能治，真是花巷神医。原来花巷神医就是放牛的，还以为他来游玩，没想到是来当医师的。花巷神医，恐怕是江湖郎中招摇撞骗。你开的都是最低贱的药，岂能成效？药不论贵贱，花巷中的女子都不是贵人，没有多少钱财。那你看我有什么病？老先生，你病得不轻。骗子，还敢在老夫面前？你是药师，你身上有万种药味，可见你常年与药物打交道。但你的药术不精，没有将药中的毒调理好，而今体内已经积累了100种毒性，救不得了。那你说我还有多少寿命？你若是不动怒气的话，可以多活几年；若是动怒，毒气攻心，便只有10天。倘若我10天不死呢？你是说我现在就死？我若是不死，便让你死！
书记来主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萧太医暴毙而亡了。这个神医似乎有点不一般。公子不能再诊治了，明日便是开院大考。我也并非是单纯治病啊，要是爷爷教给我无数药力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检验，而今才1天，我便检验了1000种药力。我都收拾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搬去太学院呀？不急，距离太学院开课还有2日。多谢。我先继续诊治。神医，救救他吧！他在战场上被头上长角的蛮子用镜子照了照，回来后便越来越瘦。将军不想让他留在军中等死，命我送他回京求医。晚了。人已经死了，他明明有气，还活着，只是身体还活着。他中的是蛮帝国的巫毒，毒性渗入魂魄，已经魂飞魄散了，我救不了。这方子叫做纯阳炼虫丹，再有人中巫毒，尽早服用可以救命。神医大恩大德，令我兄弟们无以为报。他们是庆门关的将士，庆门关正与蛮敌国打仗，你的药方可救100万将士性命。肥妻，放牛的，谢谢你。你的气色很好，怎么也来找我看病？是我家中有位长辈久病卧床，看了不知多少医师，就是不起作用，所以要我来请你走一趟。上轿吧。肥妻是严康的公主，她的长辈，该不会是……皇帝生病了吗？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体魄很是强健啊。嘘，病的是我的祖母，当朝太后。你可知父皇为何赦免了你躲避世禁的罪过？就是盼着你能治好祖母。我若是治不好呢？连父皇也保不住你的脑袋。还有什么法子？祖母，我把花象神医请来了。秦牧参见太后。他小小年纪，怕是连医书都未读过几本，怎能给太后看病？万一是个骗子？萧太医也这么说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花象神医，太医们都是太学院的奸臣，未来是要教你医术的，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。
后这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此毒名为千机毒，是用1023种毒物炼成的奇毒。中此毒者，体内将同时存在1023种毒素，无论怎么开方，都只能解决一部分。而且，任何一种解药都会让毒性发生一种新的变化，治疗的次数越多，中毒越深。难怪每位太医诊治都断定是毒，可毒性却一直变化，药方也不停地变，但始终解不了毒，祖母反而病得越来越重。小神医，你如何会知道这个千机毒？我听家里一位长辈说的。你的这位长辈现在何处？大虚。大虚。千机毒，此毒是玉面毒王所创，谁也不曾见过，所以无解，臣无能，臣该死。千机毒是玉面毒王的，可我分明在药师爷爷那儿见过。玉面毒王如今何在？据说毒王的弟子将他面具下的真容捅了出去，无数仇家杀上门来，他无法立足，只好割面而去，从此消失200年。不过，我倒是在大虚见过他一次。他们说的玉面毒王，不会真是药师爷爷吧？我从小到大，药师爷爷一直戴着面具，从未见过他面具下的真容。太医们无法可解。花相神医，你呢？千机毒是药师爷爷的毒，这毒会是他下的吗？不对，药师爷爷不曾出过大虚，不可能下毒。我有办法解。不过，我需要知道太后中毒以来服用过哪些药，还需要1023位宫女，1023个木牌，1023只闭眼蟾蜍，一群不懂医术的宫女，一堆破木牌子，再加上些尸毒的蛤蟆，就能解千机毒？这小子卖弄什么花招？公子玄虚，他要是解不了毒，便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看，恐怕我们也得给他陪葬。准。让宫女们按照图示列阵。放牛的要用他们来做什么？列阵。木牌一面为黑色，代表阴；一面为白色，代表阳。听我号令，第一列。阳，第2列阴，第3列阳，阴阳阳，第4列。我明白了，每位宫女代表着千机毒的一种毒物，而她的口令就是将祖母服过的药物，根据药性转化为阴阳符号输入，从而计算出千机毒在祖母体内的变化。用术数来推演药理，不可思议。第1列进入第3列，双阳相撞者，前位进阳，本位转阴。咦，他为何要不断变换位置？难道是想让所有毒物阴阳均衡吗？均衡谈何容易？除非
他能找出藏在1023种奇毒里，支撑其余1022种毒物运转的中枢大毒。阳气枯竭，生机不振，他要失败了。成功了！1022种毒物，阴阳相生相克，千奇毒自解，将浩如烟海的变化化作简单的阴与阳，简直神乎其技。诸位太医，这方子如何？丹方奇美，壮丽如歌。老夫行医100年，却只流于表面。今日得见小神医，方知医术浩瀚无边。小太医能够死在小神医面前，自得其所，死得其所。要不用丹炉吗？波动元气演化龙火，水火相济萃取药力，是失传了200年的龙虎香气手。没想到竟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手法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想学啊？我教你们。多谢小神医。他们怎么那么激动？药师爷爷说，炼丹最为关键的是精通药理。手法只是补充，算不上多么特殊。服下此丹，千机毒的毒素便会排出。待闭眼蟾蜍将其吞噬。
这位小哥可是秦牧啊？前神医赠神药纯阳莲虫丹，救我庆门关无数将士性命。亲手边谋，你终将是一败。老将军，快请起！救死扶伤，原是医者本分。延康国师竟能一剑斩杀魔神，他真的受伤了吗？他肯定受伤了。当初伏击他时，我以纯阳36星煞伤了他的魂魄。老身用了蛊毒，他后心的火毒渗入神藏，乃老夫亲手印下。有我们3老怪出马，他不该恢复的这么快。他究竟是强撑，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局？大军过境，寻常人躲都来不及。他们是在钓鱼，还是在等人？瀑布水流湍急，怎么会有鱼呢？鱼这不来了吗？天下本是一池清水，这条大鱼不去跳它的龙门，偏偏要搅浑水，还要吃光小鱼。国师，你说我应不应该把这条大鱼钓上来？长老将宗派比作小鱼不妥吧？宗派应该是水蛭，趴在大鱼小鱼身上吸血。水只是看起来清澈，应该下猛药，将水蛭除掉。看来我们说服不了彼此。你去山下。你们也过去等我。他们都是神桥境的高手，我们近距离观战，只有死。长老，你的本事都传下来了吧？传了。国师呢？我不必。我早年灭了许多宗派，导致功法失传。设立天禄楼后，我常后悔。再杀人时，便习惯问一句：延康将白归。小玉京，真散人。兄台怎么称呼？小玉京，王木然。玉京不是书中说的天地居所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小玉京的仙人，确有几分手段，只是已经落后于时代。你去为他收尸吧。国师，我会为我师父报仇的。报仇之前，先将你师父的本事传下去。秦博士为我疗伤，此伤得考验秦博士的医术了。小神医为国师炼了7种药，这味汤药可壮魂魄，国师是否伤及魂魄？不错。第2味药膏拔毒降火，国师身上是否有火毒？正是老夫的印法。第3味灵丹内藏精气，应是为化解蛊毒或是木毒，是老身的蛊。第4味药用的是熏蒸之法，他把国师放在笼屉上蒸了蒸，辅助药力进入神藏。第5味药是针灸之法，第6味药固体，第7味药益气。不愧是誉满京城的花象神医，给他1月时间，便能助国师重归鼎盛。
那位小神医境界不高，却终日随行在国师身边，可见国师的确隐疾未去。看来第二条路尚有一搏之力。200多年前，国师一人就能将如日中天的战绩流派彻底打垮。纵使如今重伤未愈，诸位敢保证按江湖规矩1对1是他的对手？田真君有何高见？只要能杀国师，何必在意用什么手段？善哉，善哉！叨扰了，我们也是过客，算不得打扰。能够带着如此巨大的异兽在黑暗中行走，恐怕他也是神桥境的至强者。小不点，大个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大来教，小来师。你是说，大雷音宗的老如来教了你本事，而小雷音宗的小如来现在是你的师傅？这是怎么听懂的？原来是你，当日坏我功德的小魔头，小如来，这是你的真身。我弟，你放心，我有仇家来，不会动手杀他。哼，我的仇家到了。又来了一位能够在黑暗中行走的绝顶强者。小如来，你在深夜约斗，倒也有些情趣。灵景道人，原来是老剑神的弟子，你还向我借了2个丰都币呢，现在有钱还了吗？那2枚丰都币已经花光了。以后有钱再还也不迟。多谢。又是这个天魔教主的熟人。大雪黑天，杀人好时节。小如来，咱们去远处一战。请。是灵景道人和小如来的神通，将黑夜中的大雪融化成雨。不知道小如来和灵景道人的战况如何？走吧，我们得赶在幽都府君收魂之前，找到婆婆和爷爷们。有血腥味儿，这家伙是大狗，不是龙麒麟。等等，
他在四周布下了禁制，不准外人踏入。老剑神的弟子果真眼界不凡。我受伤了，未免被异兽冲撞，在这四周布下了封禁。我颇通医术，是否需要帮助？有劳。剑神弟子在医术上竟然还有如此高明的造诣。小道友，你做我徒弟可好？你跟在我身边也可保安全。你放心，老剑神虽然强横，但我能教你的东西也是不差。我是天圣教的教主圣师，不能拜入你的门下。我原本以为高你一个辈分，没想到竟然是平辈的师兄。灵景师兄客气。你的伤势虽无大碍，但想要根除隐疾，还需要调理一下。若不是老剑神当年斩断我一根手指，小如来哪里能够将我重伤？不过他也受伤极重，没有神医在身边，估计苦熬2、3年才能痊愈。这家伙当年没当上如来，心中不忿，觉得一切皆因他是妖族，自此孤僻得很。